今天要问大家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每天的喝水量是多少呢？可以在弹幕里面留言。一般来说，成年人每天正常的饮水量大约在 1.5 升至2升之间，所以各位都达标了吗？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在不同的场景下多喝点水准没有坏处，包括了你的家长、你的老师、你的医生，甚至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的老公。其实这样的督促确实很烦，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喝得多排得多，多去一趟厕所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效率，这多麻烦呢。可是如果你和这个来自德国的男子相比，应该会庆幸自己有多么健康的新陈代谢了，因为他的喝水量十分的夸张，他每天必须要喝够20升水，否则就有可能脱水而亡。而且为了保证喝足量的水，该男子甚至牺牲掉了大把的睡眠时间，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喝水排尿。那这人到底是怎么了呢？马克·乌本霍特斯是一名来自德国比勒费尔德的建筑师，他对生活非常的苦恼，因为自己几乎没有不口渴的时候，永远都在找水喝、找厕所，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实际上，马克从出生起就患有肾性尿崩症，也被称为精氨酸加压素抵抗。这种疾病临床上比较少见，而且本身发病率也不高，大概每25万人中只有1人患有这种肾脏疾病。最严重的形式是遗传性的，肾脏无法将体液保留足够长的时间。据统计，受影响的人每天必须要摄入足够量的水，才能勉强保持平衡。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肾性尿崩症是指由于肾脏对精氨酸加压素不敏感，或由于肾脏对于精氨酸加压素抵抗，从而引起的尿液浓缩障碍。通常来说，患者会出现极度口渴、频繁排尿、夜间排尿量显著增加等症状。因此，想要保持身体不缺水，患者不得不拼命喝水，因为他们肾脏排出体液的速度几乎与正常人喝水的速度一致。一旦在某个时间段停止饮水，患者就会出现极度脱水、头晕、意识混乱等反应。就好比马克，他曾经尝试过不喝水，但最后只坚持了1个小时左右，因为他发觉自己渐渐的无法集中注意力，失去了方向感，头脑还在发飘，像是要发烧的节奏。其实在马克很小的时候，肾性尿崩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他还和其他孩子一样一起玩耍，但渐渐的他开始变得不爱去幼儿园，也不喜欢坐着画画了，因为他发现上厕所的次数要比一般的小朋友多得多，同学们都嘲笑他，而唯一在学校里能够让他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能够用一泡尿在雪地里写完一长串名字。长大后，马克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拜肾性尿崩症所赐。他必须要严格计划好一切日程，包括喝水排尿这种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因此，马克没有办法参加长时间的徒步旅行，也没有办法开长途车。最重要的是，他都不敢轻易尝试，因为任何超出他意料的情况对他来说都可能存在着危险。就好比有一次，马克在公司加班到很晚，又被临时通知出差，他没有带够足量的水就上了火车，结果火车临时出现了故障，停在了半路上。偏偏这个时候车上的厕所又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于是马克又是口渴又是尿急，整个人头晕目眩，感觉人都要交代在车上了，情况非常的糟糕。好在马克下了火车后，在站台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在得知他的情况后，对方立刻拿出了一些喝的，马克赶紧喝下，解决了燃眉之急。这次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发誓再也不会把自己置身于如此棘手的境地。现如今，马克的同事已经习惯了他疯狂喝水的样子，他办公桌旁永远堆满了沉香的饮用水，大家也完全适应了他上厕所的频率。另外，马克很少参加户外活动，因为像篮球、足球或者跑步都会消耗太多的能量。至于喝酒，马克是能喝的，但为了不影响病情，他几乎不碰酒精。最糟糕的是，他整晚最多睡2个小时，一方面是因为他得时时刻刻的喝水排尿，另一方面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马克还会做噩梦，误以为自己发烧了，根本就睡不踏实。然而，除了马克之外，他母亲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们都很担心，一直这样喝大量的水会不会导致水中毒？这同样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其实这种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短时间内喝太多的水确实会导致血液当中的钠含量急剧下降，从而威胁到生命。之前讲过的这个极端案例，相信有些小伙伴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詹妮弗·斯特兰奇，在一场喝水比赛当中，为了拿下冠军，赢一台游戏机，拼命的喝水，在短短3个小时的功夫，詹妮弗就喝下了7.5升的水。当时她的身体已经很难受了，最后因为眼压高，头疼的厉害，詹妮弗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比赛，位居第2名。然而比赛结束后，詹妮弗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跟公司请假，她感觉自己状态很不好，明天十有八九是去不了公司了。事实证明，他何止是无法工作，在赛后的6个小时，詹妮弗竟然在家中去世。而根据尸检报告显示，詹妮弗的死因正是水中毒。水中毒也被称为低钠血症，当体内电解质的正常平衡因过量饮水而超出了安全限度时，就会导致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当人体喝过多水，
导致钠含量不平衡，那么液体就会进入细胞，导致细胞膨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大脑当中，那就非常的危险了。就好比詹妮弗，她的大脑细胞逐渐开始膨胀，头骨内压增加，因此她在比赛过程当中才会出现眼睛痛、头痛等症状。其实这已经是水中毒的初步表现了。假如詹妮弗能够及时停止喝水，尽可能的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或许还能够挽救回来。但为了赢得比赛，詹妮弗仍然继续喝水，主办方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最终酿成了悲剧。曾经有一项对2002年波士顿马拉松长跑者进行的研究显示，有 13% 的人在完成比赛时患有低钠血症，其中一名女性长跑者在每个补给站都会喝水，可跑到一半就昏迷了，倒地不起，被送进了 ICU。确实，像这类长跑运动员如果在跑步时喝太多的水，就很容易水中毒。而且据统计，每6名马拉松选手当中就有1名在比赛中出现轻微的水中毒症状。不管是选择运动型饮料还是只喝普通的水，发生水中毒的概率基本相同。虽然我们都知道长时间剧烈运动后身体会损失大量的水分，需要及时补水，但一下子摄入过量的水，体液内的钠含量急剧降低，就会出现中毒现象。2020年3月11日下午5点左右，11岁的扎卡里·萨宾就按照家长的要求，站在厨房水槽旁边一直喝水，即便是到了晚饭时间，扎卡里也不被允许吃饭。原因如下：由于扎卡里有尿床的问题，最近几周继母发现他的尿液越来越臭，颜色也变深了，便认定扎卡里在学校没有好好的喝水。为了惩罚他，父亲和继母命令扎卡里站在水槽旁，必须要喝完他们要求的水量才能够离开。然而在喝水过程中，扎卡里频繁作呕，还一直抱怨腿疼站不住，这让父亲误以为他是不愿意喝水，想耍花招，于是更加的恼火。9天过后，扎卡里仍然磨蹭在水槽旁，他喊着腿疼，还坐在地上发脾气。父亲非常的愤怒，开始疯狂数落儿子，越骂越凶，还动起脚来踹他，试图命令扎卡里站起来。然而这还不算完，父亲把扎卡里一把抱起，然后猛地放开，导致他摔倒在地上，撞到了脑袋。晚上11点，父亲把扎卡里抱回到了床上，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可此时的扎卡里已经无法说话，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第二天早上6点15分，扎卡里被发现死在了床上，他嘴角留有白沫，床单上面还有血迹。这个时候，父亲赶紧报了警。根据警方调查，虽然扎卡里患有遗传性泌尿系统问题，但在短时间内被迫喝下了3升水，也绝对是不可取的。况且他白天在学校里面也并非没有认真喝水。另外，他遭到了父母的虐待，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验尸官还在男孩的左眉毛和额头上发现了血迹，头部、手臂、胫骨和臀部也都有淤伤。最终，父亲和继母面临1级谋杀、虐待儿童导致死亡和6项虐待儿童罪的指控。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示，每天喝水超过4升就有可能会中毒，导致大脑功能受损，甚至死亡。最初的症状通常是恶心、呕吐、意识混乱、迷失方向等。如果不及时发现水中毒，便会导致癫痫发作或昏迷，进而危险到生命。专家还指出，预防水中毒的关键就是全天间隔饮水。可是像马克这样的特殊情况，肾性尿崩症患者，他们不喝水同样也会危及到生命，那又该如何是好呢？目前针对这类患者的治疗方案，通常是服用利钠利尿药物，它们能够影响远端肾小管产生的负钠平衡，刺激近端小管对钠的再吸收，使远端肾小管液呈低张性，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另外，肾性尿崩症患者平时的饮食也要注意，低盐低蛋白。只可惜一般来讲，这种疾病是很难治愈的。2017年，马克发起了一项运动，他用个人经历展示了这类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局限性，以此来提高人们对于肾性尿崩症的认识。不仅如此，马克还为其他患者提供了交流沟通的联系点，方便大家彼此来分析重要的信息。其实肾性尿崩症是一种从外在看不出来的毛病，尿频疯狂喝水更不足以让健全者联想到疾病这一回事。但马克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正在经历这种特殊的挑战，他想为患者朋友做点什么。而现如今，马克能够通过服用利尿剂来改善病情，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外界解释这种少见的遗传性疾病。他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够了解这种疾病，必要时能够为患者给予理解和帮助。那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应该都要知道间隔饮水、适当饮水了吧？反正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喝水要有个度，否则容易伤身。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腿开始不停的生长，该怎么办呢？就像是照片当中的这样，不是变长，而是越来越肿胀。可能有小伙伴会说截肢啊，但照片当中的案例似乎是截肢手术无法终止的，因为截完后的残缺肢体还是会不停的生长，到最后甚至连装假肢的机会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完全超过了假肢的制作速度。那这算是哪门子的怪事呢？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怪病，全球范围内仅仅确诊了200多例，而目前只有120人存活，他们正拖着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腿，渴望专家们能够开创出新的治疗方案，哪怕只是抑制住它的过度生长。视频里的这名女性名叫曼迪·塞拉斯，
1975年2月20日，他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全家都沉浸在新生儿降临的喜悦当中。可好景不长，医生发现了端倪，曼迪长着一双异常肥大且畸形的腿脚，而且左腿比右腿长了至少7厘米，身体比例严重不协调。渐渐的，他与普通的婴儿相比，腿脚足足大了2倍之多。最关键的是，畸形部位的生长速度还非常的惊人，而其他身体部位都是正常的。医生也说不上这是什么病，但他预估曼迪活不了多久。后来大约在1岁半的时候，曼迪开始学会了走路，这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虽然他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另外，曼迪还学会了骑自行车，虽然花费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时间，但努力得到回报的感觉还是令他非常的开心。然而在7岁那年，有专家建议曼迪的母亲考虑截肢手术，因为他的双腿已经长得太过于肥大，全身严重不协调，再这样下去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路。这一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难道真的已经到达了截肢这一地步了吗？看着眼前还能跑还能跳的女儿，母亲实在是于心不忍。她拒绝了专家的建议，反而鼓励曼迪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尽早学会独立。毕竟母亲还心存一丝希望，女儿在未来能够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在父母的支持下，曼迪和其他青少年一样，出去聚会喝酒，结交了不少朋友。1994年，19岁的曼迪从家里搬了出去，独立生活。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就能够独自出行。除此之外，曼迪拥有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手控汽车，为此他能够独自出远门。别看他从小就被怪病缠身，一直以来他思维敏捷，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不仅获得了中央兰开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每周都会去当地的动物研究中心做志愿者，帮助清理兔子笼，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实际上这些事情听起来非常容易，但仅仅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的。曼迪每天早上起床，光是穿衣服这一项至少就要花费1个小时，有时候还不止。所以等他收拾完去厨房吃早餐，基本上已经精疲力尽了。如果这天他要外出，但还得做好充分的计划，不能只是心血来潮想出门闲逛。一直以来，曼迪都在努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总是会被现实打击。比如他曾经在餐厅遇到过几个不懂事的成年人，他们看到曼迪后大声惊呼，对着他的腿指指点点，还传来了毫不掩饰的嘲笑声。虽然曼迪已经习惯了被众人注目的眼光，也不建议孩子们好奇地盯着他看，但成年人也如此，实在是有些残忍。然而到了28岁那年，曼迪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关节炎、神经脉血栓、腿部血栓使得曼迪的病情每况愈下，最终导致了他腰部以下瘫痪了将近2个月。后来曼迪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学会了走路，这恐怕是常人想象不到的痛苦。3年后的一天，曼迪不小心撞到了腿，结果造成了血液感染，紧接着便是肾脏衰竭，并且感染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在这段时间里，曼迪的情况很不好，他四处求医，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遗憾的是，大多数医生都怀疑这是变形杆菌综合征的一种，但没有一个人敢下定论。此时的曼迪甚至开始怀疑，全世界是不是只有自己得了这种未知的怪病。到了2006年5月，曼迪的病情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典型了，但一些医生还是把它看作普罗特斯综合征。这是根据希腊一位能够改变自己形状的海神普罗特斯来命名的，又名变形杆菌综合征。这种病与遗传基因变异有关，在全球都非常罕见。患者在孩童时期体型相对来说还算正常，但随着身体开始发育，这种进行性疾病便会出现端倪。主要特点就是患者的皮肤、骨骼及软组织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或者过度生长。另外，不同病例的畸形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临床表现也各式各样。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曼迪也清楚，再这样下去不行，截肢才是挽救自己生命的唯一方法。然而，英国专家提出了截肢方案是从臀部开始直接截掉左腿，再从膝盖以下截掉右腿。这样一来，曼迪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做起来了，比起不截肢的时候还要残疾。显然他不太认可这种方案。恰好此时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联系到了他，提出了想制作一部有关于曼迪的纪录片《巨腿女人》，对方保证免费送曼迪去美国会见各路专家，听听他们有无更好的治疗方案。曼迪非常的心动，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果然在美国，曼迪遇到了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威廉·埃特尔博士和假肢奇才凯文·卡罗尔。他们两人因合作处理过多起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案例而闻名，其中凯文还给海豚制作过假尾巴。在交谈过程中，曼迪也深刻认识到截肢是在所难免的，而对于之前医生提出来的截肢方案，威廉医生和凯文也觉得太过于严重，这显然会大大限制他往后的日常生活。这一场交流确实给曼迪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在2009年10月的一次采访当中，曼迪预估自己的总体重为133公斤，而双腿部分竟然占到了95公斤，上身又比较纤细，他平时穿中码的衣服都足够了，
而比起自己的腿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2010年，曼迪的左腿接受了手术，膝盖以下被截肢。虽然不指望彻底告别这难以捉摸的怪病，但曼迪坚信截肢肯定能够稳定住病情。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术后22个月，曼迪发现自己的残肢就像是树桩一样，竟然又开始加速生长，日益膨胀起来。他设想过很多术后可能面临的并发症，可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生长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很快，曼迪的左腿就装不进假肢了，更新假肢尺寸的速度竟完全赶不上残肢变大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行动能力也越来越差，身体开始逐渐不受控。自此，曼迪也深刻意识到，截肢并不能够稳定住他的病情，如果继续截肢，他很有可能会持续疯长。可越是这样，曼迪越不颓废，放弃自己，他意志坚强，日复一日的活动身体，过好自己的生活。2013年，英国电视台在一档特别节目当中再次报道了曼迪的超罕见病例。这一次，根据医生对他的基因测序显示，是 PIK3CA 基因突变影响了他的半个身体。这证实了曼迪的病症不一定是变形杆菌综合征。根据遗传信息，他服用了雷帕霉素，有效阻止了双腿继续生长。90天后，病情有所缓解。大约服药5个月后，曼迪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腿在缩小。之前做的假肢已经非常合身。虽然这种治疗方法并不能完全治愈疾病，但这对于曼迪来说已经是奇迹了。其实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普罗特斯综合征患者大概就是约瑟夫·麦里克，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熟，但看到这张照片应该就认识了。因为顶着一颗巨大而畸形的脑袋，所以他也被称作为象人。起初约瑟夫和普通婴儿并无异处，但到了2岁的时候，母亲就发现约瑟夫的皮肤开始长出了褐色的东西，摸上去还凹凸不平，像是海绵。很快这种东西蔓延到了脖子、胸口、后脑勺以及背部。随着年龄的增长，约瑟夫整个右半边的身体都长满了这种褐色的肉块，看上去非常难看。最关键的是，因为畸形生长，约瑟夫说话都含糊不清，行动笨拙，生活苦不堪言。成年后，为了养活自己，约瑟夫只好转战于各大畸形秀。面对人们的好奇，约瑟夫解释说，自己之所以会畸形，是因为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受到了大象的惊吓，所以长成了象人。在早期，医学界根据象人的病情和描述，将其误诊为神经性纤维瘤。后来随着医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一位名叫汉斯·维德曼的德国医生首次将普罗特斯综合征与象人病联系在了一起。而现如今，曼迪是一家慈善机构的创始人，致力于为相关患者提供任何帮助。另外，他还呼吁电动轮椅的厂家设计出带有可调节脚踏板的轮椅。要知道，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改变，对于残疾人来说也能够便利一大步。最后，曼迪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事迹提高人们对这种罕见病的认识，消除偏见。其实不管是约瑟夫还是曼迪，他们能够跨出家门为活下去而努力，这样的勇气和忍耐都已经超越了常人。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曼迪的遭遇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各位喜欢坐缆车吗？体验感如何呢？话说每次我自己坐缆车的时候，内心总会感觉到一丝丝的害怕，心里想着如果缆绳突然间断了，我岂不是会掉下去？有和我一样想法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打个1。但其实如果正常定期维护的话，这样的事故发生的概率还是非常的小的。不过就是这么小概率的事情，在2021年还是在意大利发生了。一辆15人的观光缆车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下一名5岁的孩子活了下来。可上天就爱捉弄人，孩子的其他家人全部都遇难，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呢？斯特雷萨位于意大利维尔巴诺库西亚奥索拉省的一个市镇，这个小镇坐落在美丽的马焦雷湖边，那里气候宜人，湖光山色，绝对堪称完美的度假胜地。2021年5月17日，意大利通过法令，决定放宽冠状病毒的疫情管控，重启经济社会活动，因此有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开始走向户外。而斯特雷萨便是大多数游客首选的度假胜地。随着各种管控都逐步解除，游客数量日益增多，小镇上面的餐馆、酒店也陆续开始营业。经营者们总算有了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切都在慢慢复苏。可谁曾想，在这人间仙境即将发生一场悲剧，直接断送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在这湖光山色之中，有一条缆车，于1970年首次开通。它将马焦雷湖畔的斯特雷萨与莫塔罗内山的山顶连接起来，是一条游客必经的亮丽风景线。在冠状病毒来临之前，该缆车每年运送的乘客约10万名。2021年5月23日星期日上午，15名游客乘坐着3号车厢，准备进入海拔1385米的莫塔罗内山顶。这段缆车的起点是在斯特雷萨镇，整个车程大约需要20分钟，每节车厢最多可搭载40人，而这次搭载的乘客连一半都不到。然而，就在缆车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之际，意外发生了。
不知道为何，牵引绳突然的崩裂，缆车车厢随即快速的冲下山坡，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公里，随后就从轨道塔之一的支撑缆绳上脱钩。接下来就是至暗时刻，车厢瞬间向下坠落了至少20米，然后在山坡上面弹跳翻滚，最后停靠在了斜坡上。很快，意大利高山救援机构收到消息后立刻出动，救援人员在车厢内发现了一部分受害者，其他人则坠落在茂密的树林丛中，给救援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困难。而根据徒步旅行者的目击报告，在事故发生前不久，他们都听到了巨大的嘶嘶声，应该是其中一根牵引线断裂导致的。据统计，事故现场有13人死亡，2名儿童身受重伤，当即被空运到一家儿科医院。可惜，其中一名年龄大概在9到10岁的儿童，在医院因心脏骤停而死亡。最后只剩下了一名5岁的男孩艾坦比兰幸存了下来。据说他到达医院的时候，意识还很清醒，只不过身体各处均有骨折，还要面临多次手术。起初医院觉得很奇怪，他们不仅找不到有关于这名孩子的身份数据，也没有人与医院或者警方联系。而经过调查后发现，原来艾坦是以色列人，在这场事故当中，他失去了父母、曾祖父母以及2岁的弟弟，唯独自己侥幸活了下来。据统计，剩下的遇难者当中有8名是意大利人，5名是以色列人，还有1名伊朗人。救援人员的负责人表示，似乎是因为牵引绳突然的断裂，再加上紧急制动系统无法起效，双重因素导致了这起事故。救援行动结束后，缆车的残骸迅速被封锁，技术人员开始着手调查导致系统索道故障和紧急制动器失灵的进一步原因。令人吃惊的是，紧急制动系统之所以没有起效，是因为自从缆车恢复使用后，就出现了多次异常故障，导致缆车停止运行。为了不妨碍正常的运营，负责定期维护缆车的工作人员在制动器上放置了一个插型夹子来阻止其结合，相当于手动关闭了紧急制动器。而根据灾难现场的照片，有不少专家都明确指出，至少有一个缆车的制动器已经被钢夹损坏。假如事发时紧急制动系统能够正常使用，那他们能够在牵引绳断裂后依然能够保持车厢稳定。对此，缆车公司的运营经理承认，紧急制动系统被人为关闭，而他们的解释是因为液压油持续泄露，一时间难以修复，紧急制动系统反复启动会严重影响缆车的正常运行。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好先手动停用了紧急制动系统，殊不知酿成了大祸。根据缆车公司的律师表示，该公司会定期进行维护和检查，下一次更换牵引绳的时间要到2029年，不存在疏于职守的情况。然而，其中有一名专家透露，不光是紧急制动系统的问题，导致牵引缆断裂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内部早已开始生锈。按照规定，每3个月都应该进行一次例行的维护工作，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随着调查的深入，斯特雷萨镇上的居民透露，去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牵引绳故障的意外事故，而且早在2011年的时候，缆车刚离开斯特雷萨后不久，就有一间车厢突然停下，40多名乘客被困在原地一动不动。后来好在救援人员及时赶到，才把游客安全救出。居民们还提到了2014年，缆车因重大修整工程被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6年才重新开放。然而，在缆车公司的一份声明当中提到，在事发前的7个月里进行了一系列检查，比如2020年11月对电梯主牵引绳进行年度磁力检查，后来在2021年的3月下旬和5月初都对安全部件和制动系统进行了进一步检查。这样的频率怎么算是不定期维护呢？可即便如此，5月17日这一天还是发生了意大利最严重的缆车灾难之一。回想起来，在事发前2个星期，大概有800多名乘客乘坐缆车上上下下，实在是令人后怕。经过多方总结，事故原因如下：3号车厢的牵引绳断裂，再加上安全装置被故意停用，导致了紧急制动失败，进一步扩大了事故的规模。而牵引绳的断裂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日积月累的腐蚀、疲劳和扭曲现象，导致了牵引绳逐渐老化，直至损坏；另一方面，由于绳索本身在伸长，支撑在底部的平衡物质量的惯性，导致牵引绳的张力增加。然而，这些现象均未得到充分检测。另外，缆车公司的3名工作人员因涉嫌篡改并拆除紧急制动系统而被逮捕。据他们交代，自2021年4月缆车重新恢复运营以来，就出现了异常情况。为了不妨碍缆车的正常运营，他们一直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直接关闭了紧急制动系统，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然而，截止到2021年5月30日，3名工作人员均已出狱，其中2人被判无罪，还有1人被判处软禁6个月，直到11月21日也被释放了。因为人为疏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没想到最后处理方式就这，软禁6个月看来已经是最大程度的谴责了。显然，不管是对遇难者家属还是公众来说，都是难以解释和接受的。仔细想来，受害者还包括了当地的旅游业。对于这个极度依赖游客的地区，出这档子事完全就是一场无妄之灾。本以为疫情过后终于要重见光明，这下却要遭受新的打击。要知道，缆车是一条连接山顶餐厅、酒吧、滑雪场、旅馆等企业的重要生命线，可如今这条赖以生存的交通线遭受重创，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恢复。
当然，前往山顶的还有一条路，但由于必须要经过当地的贵族家庭，不仅需要过路费，整个路程耗时也更久，所以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更快更方便的缆车出行，包括当地人。而一旦缆车停用，度假计划几乎都会被迫放弃，这对于山顶上的各大运营者和员工来说简直是叫苦不迭。酒吧、餐厅空无一人，酒店入住率更是惨不忍睹，走在路上只能看到零星的几个人，这些人不是记者，就是一些前来攀登或者徒步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总之，好好的一个度假胜地直接重回到了疫情期间半死不活的状态。目前缆车的修复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检修总线、更换车厢和悬架的任务，也都会全部更新成最新的安全控制设备，预计在2025年夏季会重新投入运营。而这次的教训也给当地的旅游业敲醒了警钟，只有尽职尽守，严格遵守安全法规，才能保障游客出行安全。灾难无情人有情，在这起事故当中，唯一令人欣慰的恐怕就是斯特雷萨镇当地人的温情了。自从事故发生后，除了救援机构之外，民防志愿者和应急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另外，附近酒店免费接收遇难者的家属，餐厅提供了免费餐食，就连的士司机也自发免费接送乘客。根据当地的居民描述，斯特雷萨镇虽然很小，但犯罪率很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充满温情。灾难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但既然已经发生，居民们都想做些什么，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的帮助受害者的家属。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起事故的处理方式是否太过于轻描淡写？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你们敢信一个人喝了2杯酒就导致了胃穿孔吗？其实正常来讲，长期酗酒或者短时间内大量的饮酒才有可能会增加胃穿孔的概率。那么这人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能够把胃给搞炸？答案是液氮鸡尾酒。其实不只是在酒吧，之前火过一阵子的网红冰淇淋看上去仙气飘飘的，也是加入了液氮的缘故。事实证明，冰淇淋还是老的味道，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噱头当卖点。可这样新奇的东西往往更容易让人忽视安全问题。2012年10月4日，英国一位名叫盖比·斯坎伦的青少年来到了兰卡斯特市中心的一家奥斯卡酒吧，庆祝自己18岁生日。同行的还有13位朋友，他们在享用完生日大餐后，打算喝点小酒，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当然，他们都不是什么酒鬼，所以盖比的父母也非常支持这种简单温和的生日派对。可没想到，还是出现了问题。在晚餐阶段，盖比只喝了1小瓶啤酒，并无任何的不适。当时由于酒吧新推出了一款硝基野格利口酒，就有朋友给盖比点了2杯。话说新品就是不一样，仪式感非常强。酒保将一杯酒放在了盖比面前，接着大手一挥，将液氮从金属罐中倒入到他的玻璃杯中，温度保持在零下196摄氏度左右。随后酒保往里面加了少量的野格酒，产生了大片烟雾。这一切都非常的有戏剧性。在小伙伴们的惊声欢呼声中，盖比直接吞下了这杯酒，而且不止他，另外3个朋友也喝下了同款冒烟的酒，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起初盖比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他只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款酒当中有类似于茴香的味道。酒保得知后立刻表示要再请他一杯作为生日礼物，味道会调的淡些。虽然自己对这酒并不是很感兴趣，但盖比始终都很有礼貌，欣然喝下了第2杯。很快盖比觉得一阵肚子痛，喘不上气。酒保提醒他，这种酒可能会让他有胃胀气的感觉，不需要太过担心，因此他也没有多想，总以为过一会儿身体就会恢复。可是他明显感觉得到自己的胃部不适感越来越强烈，同时还伴随着翻江倒海的恶心。很快盖比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了，周围的人纷纷都问他是否还好，可盖比实在是太痛了，根本就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慌了，盖比也害怕起来，他痛得连路都不能走，肯定是喝这酒出了问题。好在盖比的朋友坚持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这才捡回了一条命。根据 CT 扫描，盖比的胃部有一个大穿孔，必须要立刻送往手术室。然而直到手术过程当中，医生们才意识到女孩胃部的受伤情况比想象当中要严重的很多。液氮这种化学物质因为极低的温度，直接在盖比的胃上烧了一个大洞，而且严重破坏了胃壁。医生不得不帮他切除了整个胃，最后只能将食道直接连接到他的小肠。就这样，盖比在 ICU 待了整整1个星期之后才转到普通病房。1个月后他才被批准出院。令人痛心的是，在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前，盖比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喜欢尝试各种美食，而经过此劫难，他不得不告别这些了。现在的盖比虚弱无力，脸色苍白，必须要清淡饮食，还不能多吃。医生告诉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肠会越来越适应的，但由于没了胃，盖比永远不会有饥饿感或者饱腹感，并且没有了消化能力。换句话说，他这辈子都只能依靠注射维生素等代餐营养品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出院后的盖比每天都在不断安慰自己，能活下来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了，其余的就不要多想了。但这种话说归说，他还是非常的愤恨的，自己才18岁，本该是充满活力的年纪，
可算是被那2杯酒给害惨了。回想起那晚在酒吧的场景，盖比感觉莫名其妙，为何酒吧会提供如此危险的东西？况且酒保只告诉了自己等几秒钟之后再喝，自己也完全照做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液氮本身就是一种花里胡哨的形式，并不会给酒增加特殊的风味。但在那样的气氛下，为这一噱头买单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那下面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液氮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首先，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无色无味无毒，在常温常压下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而液氮是氮气的液态形式，温度可以达到零下196摄氏度，因此常常被用作冷却剂。比如有些餐厅会用液氮来快速冷冻甜点和冰淇淋，在顾客面前展示瞬间冷冻，效果拉满。还有就是酒吧常用来调酒，一方面液氮可以快速冷却玻璃杯，另一方面当液氮添加到饮品当中，冷氮蒸汽凝固周围空气当中的水分后，就能够迅速产生烟雾效果，很是新奇。然而这个东西虽好，但由于温度过低，人体接触后容易导致冻伤和低温灼伤，会对身体的各个组织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另外，当液氮蒸发时会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如果这个时候因为好玩而在密闭空间里摄入大量的液氮，很有可能会使空间膨胀，最终可导致爆炸。由此看来，人们必须要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安全使用液氮。可实际上，液氮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受管控的物质，并且大多数人对它存在的风险隐患都毫不知情。确实，光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无色无味的烟雾能有什么危险呢？可大家设想一下，当人体皮肤接触到液氮，这其中的温差会使液氮迅速沸腾，从而形成一层蒸汽膜。接触时间短的话，确实不会发生什么，但如果两者继续接触，人体皮肤的温度便会骤降，造成严重的冻伤。所以当盖比喝下还没有蒸发完的液氮鸡尾酒后，剩余的液氮流入温暖的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氮气。此时盖比自己也会明显感觉到肚子越来越胀，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盖比的遭遇，奥斯卡酒吧的负责人安德鲁·邓恩承认酒吧未能保证饮品安全，但并不认罪。最终奥斯卡酒吧被罚款10万英镑，可无论罚款金额是多少，盖比永远都没有办法换回健康的身体了。对此，盖比的母亲丽莎感到非常的心痛，自己和丈夫可以算得上是严格的父母了，而女儿从小乖巧懂事，很少让他们操心。这次18岁的生日对盖比来说意义非凡，作为家长，他们也充分尊重女儿的意见，同意她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庆祝。据丽莎所知，他们那群人中有9个人尚未成年，所以当天滴酒未沾。再者就是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所以即便已经成年了的小伙伴也最多就喝了1-2杯。当天晚上11点左右，盖比就从医院打电话来，他告诉母亲自己喝完酒有些不舒服，在医院接受检查，不需要担心。由于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护士也建议丽莎现在家耐心等待 CT 结果，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丽莎彻底未眠，她不停地给医院打电话，可直到盖比的手术快临近尾声，护士才通知她去医院。看见躺在 ICU 里面的女儿，丽莎以泪洗面，医生如实的报告盖比受伤的情况，深表可惜。而丽莎非常的崩溃，女儿出门的时候还活蹦乱跳，怎么短短几个小时就遭受了如此严重的创伤，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事后许多家长都站在了受害者这边，开始痛批酒吧的无良行为。为了营销卖酒，他们不惜利用这种危险的噱头吸引顾客，殊不知存在着巨大的安全漏洞。而盖比仅仅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酒吧不该是玩弄化学物质的地方，更何况这些酒保都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其实类似的意外事故还不在少数。曾经美国有一名儿童因使用液氮冰淇淋后开始疯狂咳嗽，进而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性命。话说这种冰淇淋大家应该都有见过，一边吃一边嘴巴里会冒烟，特别容易吸引围观群众，可稍有不慎，舌头就有可能会被冻伤，像是被粘在一起开始出血。当然这只是最轻微的一种情况，因为嘴巴腹部冻伤的受害者也大有人在。虽说只要合理运用，液氮并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但咱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如果大家在餐桌上遇到了液氮处理过的食物，记得要等所有气体蒸发完后才能够安全食用，尤其是酒吧里昏暗条件下，一定要仔细观察，等酒不再冒泡了再喝，别一个劲上头一饮而尽。无论如何，千万不要因为它看起来仙气飘飘，造型独特，就觉得是高级料理的象征，疯狂追捧那些液氮处理过的食物。殊不知，它也可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疯狂的给我们致命一击。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尝试过液氮食物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的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转发。我是真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